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最近這段時間有一條消息在軍迷圈子裡討論的特別多，就是中國空軍的殲16跑到埃及去參加聯合訓練，而且據說是跟埃及的陣風戰鬥機做了首次空戰對抗。我看了一下流出來那個視頻畫面，說實話信息量不小。今天我們就把這件事掰開揉碎了聊一聊，不光是說飛機本身，更多的還是聊聊這件事背後那些平時不太容易被看到的東西。先交代一下背景，這次不是簡單的去飛幾個起落，而是中國空軍整艦自遠程機動到埃及。遠程機動這4個字聽起來好像沒什麼，但你要知道，戰鬥機不是民航客機，從中國飛到埃及，中間涉及到導航、氣象、空中加油、地面保障、通訊協調，每一環都極其複雜。能組織這種規模的遠航部署，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。到了埃及之後，雙方飛行員一起訓練，重點是中距和近距空戰對抗，沒有打遠距超視距。從視頻上看，殲16進入了一個後上方的位置，埃及的陣方在機動擺脫。中國飛行員回來之後接受採訪，話沒說滿，但能聽出來對訓練效果是認可的。這裡我得先給不太熟悉軍事的朋友解釋一下，什麼叫後上方位置。空軍裡面位置就是主動權，你在對方後上方，意味着你能看見他，他不容易看見你。你的導彈發射條件更好，他的擺脫動作會非常被動。所以視頻裡那個態勢，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。近距格鬥這一輪，殲16沒吃虧，甚至在某個階段是佔了便宜的。這事本身就有意思了，因為陣方一直以來的賣點就是中型機的靈活性和近距格鬥能力，而殲16是重型機。按理說在低速盤旋、瞬時機動這些科目上，重型機是不佔優勢的，但實質對抗下來，陣風沒討到便宜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飛行員的水平和飛機的飛控、發動機、氣動設計綜合起來，足以抵消體量上的劣勢。不過我們得把話說清楚，現代空戰早就不只是飛機本身的事了。很多普通人看軍事新聞，習慣性就問一句：這飛機誰厲害？但真正的空戰體系裡，飛機只是最後的發射平台，決定勝負的往往是看不見的東西，導彈的射程、雷達的探測距離、數據鏈的傳輸速度、電子戰壓制能力、預警機的指揮引導，這些要素疊加在一起，才是一個完整的空戰能力。如果只盯着飛機比，那就是把問題看窄了。埃及空軍其實就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。你去看它的裝備清單，陣風、米格29、F-16，哪個不是名聲在外的型號？平台上真不落後，但它有一個要命的短板，導彈不行。法國賣給埃及的陣風配套的卡米導彈，射程大概60公里上下。俄羅斯的 R77 紙面數據好看一點，但實戰的有效射程也就60-70公里，而且抗干擾能力一直被人詬病。美國的 F-16 更尷尬，給的是老掉牙的麻雀導彈，射程50公里左右。這就意味着埃及空軍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遠程超視距作戰能力。超視距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我看得見你，鎖定你，發射導彈打你，全程你還沒有進入能打我的距離。這種代差在實戰中是致命的。你飛機再先進，導彈夠不着人家，那就等於拿着長矛跟拿着弓箭的人打，還沒近身就先挨連殺。所以這次殲16和陣風的對抗，表面上是一次友好的聯合訓練，但它暴露出來的東西比比分重要的多。埃及飛行員一定感受到了，面對一款配備遠程空導彈和先進雷達的重型戰鬥機，自己的陣風在進入近距之前就面臨巨大壓力，即使真到了近距，也沒有佔到便宜。那如果實戰中面對的是以色列的 F-35和 F-15，配合 AIM-120 導彈，埃及空軍的生存空間有多小就不用多說了。這裡面還牽扯到一樁舊事，
埃及前幾年原本訂了蘇35，後來寧可付違約金也要取消。很多人當時都說因為美國施壓，這肯定是一部分原因，但我覺得不完全是。埃及軍方自己評估過，俄羅斯飛機機動性是強，但雷達、電子戰、數據鏈這些信息化能力跟中美相比差距是明顯的。拿蘇35去對抗以色列的體系，基本就是單機衝進一張網裡，沒什麼勝算。所以埃及取消訂單，本質上是覺得這東西解決不了自己的安全需求，而不是單純怕了美國人。這個判斷其實挺理性的，也說明埃及人對自己缺什麼是有清醒認識的。那中國的殲16這次過去，我覺得不光是去友好交流的，我們也有自己的算盤。印度裝備了陣風，這是公開的事。中國空軍過去這些年一直在研究怎麼應對印度方向的各種裝備，但實打實跟陣風交手的機會並不多。這次跟埃及的陣風對抗，等於拿到了一手的數據和感受。飛行員回來之後說訓練效果好，這個好不一定是贏了高興，而是拿到了真實對抗的參考。當然我也得提醒一句，不能簡單的把埃及的陣風和印度的陣風劃等號。印度那批陣風配的是流星空空導彈，射程遠超米卡，而且電子戰系統也不一樣，所以埃及這版陣風只能說是一個參考樣本，不能完全代表印度版本。但即便如此，飛行員在空中的感受，對方飛機的能量特性、轉彎速率、機動習慣，這些東西是共通的，對後續的戰術研究非常有價值。再往深的說，埃及現在的困境不只是某款導彈射程不夠，它的問題是裝備來源太雜了。法國、俄羅斯、美國，還有一部分中國裝備，4套體系攪在一起，這4套體系的雷達頻率、數據鏈格式、敵我識別邏輯、地面維護標準全都不一樣。你想象一下，一個普通家庭裡的手機、電腦、電視、路由器全是不同生態的產品，互相之間不兼容，連個文件都傳得不利索。埃及空軍就是這種狀態。打起仗來，地面雷達是美國的，指揮系統是法國的，有些飛機是俄羅斯的，數據能不能實時共享都成問題。這種體系割裂對戰鬥力的損耗，比少一兩款先進導彈嚴重得多。中國這次派殲16過去，背後可能還帶着預警機、電子戰設備和空中加油支持。這一點在公開報道裡不會明說，但懂的人都懂。這種體系化的展示，其實比單機性能更能打動潛在客戶。因為埃及想要的不再是買一款戰鬥機，它缺的是一套能把自己現有裝備串起來的能力。或者更現實一點，他能找到一個賣家，不僅賣飛機，還賣導彈、賣雷達、賣數據鏈、賣預警機，甚至幫你訓練怎麼把這些東西用起來。放眼全球，能滿足這個條件的國家沒幾個。美國不賣遠程導彈給埃及，法國捂着流星不給，俄羅斯的東西信息化又不行，中國的 PL-151 這種遠程空空導彈，加上國產預警機和數據鏈，確實是為數不多的完整方案。不過我們也得冷靜看，埃及不太可能一夜之間就把全套體系換成中國的，它還得維持跟美國的軍事緩衝關係，還得跟以色列保持脆弱的和平，所以未來大概率是一種點狀採購的模式，先買一批導彈試試，或者買幾架無人機看看效果，再慢慢擴大合作範圍。這種漸進式的路徑對埃及來說風險最小，對中國來說也便於逐步建立互信。這件事往大了看，其實是中東地緣格局在變化的一個縮影。紅海那邊局勢一直緊張，蘇伊士運河的收入在下降，埃及經濟壓力很大。這種時候，他更希望找到一個不會符合太多政治條件的武器來源。中國軍工的特點就是相对純粹一些，不會像美國那樣動不動就拿人權明示說事，也不會像俄羅斯那樣自己深陷戰爭泥潭，供應都成問題。對於埃及來說，這種穩定性本身就是有吸引力的。對於中國來說，
派殲16去埃及，既是軍事外交，也是能力展示。但中國也清楚，中東這灘水太深，不能給人留下選邊站隊的印象，所以整件事的尺度拿捏很重要。飛去訓練可以，大規模軍售也可以談，但不會主動去挑動地區平衡。我們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提供選項的人，而不是推動局勢的人。最後我想說，這次對抗的真正看點，從來不是殲16和陣風誰把誰打下來，而是埃及在西方和俄羅斯的路徑都走不通之後，會不會真的把中國當成一個長期的、可靠的體系化合作夥伴？而對中國來說，機會也不是賣幾架飛機，而是能不能借這個機會展示出一套能整合多國裝備、打破體系割裂的能力。這種能力一旦被驗證，那在整個中東甚至非洲市場都會有持續回響的。普通人可能覺得這件事離自己很遠，但你要知道，軍工出口的背後是產業鏈，是高薪崗位，是技術迭代的現金流。每一筆訂單最後都會變成國內研發的投入和制造能力的提升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殲16去埃及飛那幾圈，確實不只是飛行員之間的事。